你就睡下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还回来件事。快躺下吧。小心点啊！哎呀，轻点。疼不疼呀？你方才发火倒是挺威风的，现在知道疼了？你别动，我帮你把血衣裳脱下来，裹一裹伤口。伤痕已经裹过了。怎么样了？换了药，已经睡下了，你也快睡吧。你说我是不是老糊涂了？竟然答应让他一个人去送行。年轻人身板壮，不会有事的，您别太担心了。对了，府上带那养荣丸还有吗？有，只是不多了，只够您再吃个3、5日。我不吃了，给职工那送去。那他年轻，不能落下病根儿。是。侄儿心思重，这一趟恐怕伤的不仅仅是身子。侄儿，怪娘不好。大嫂，这事儿都怪我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住纸丫头。他二嫂都过去了，这白日里啊，我是碍于面子，一句软话也不肯说。纸丫头委屈也是应该的，别难过。你自问问，哪里像个做姑娘的，哪里像个官宦闺秀？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实在追不上，便罢了。经商终究是下流行当，若把它当成长久之计，恐怕是自甘下贱。纸丫头，
这哪来这么多被子啊？给你你就躺下，问这么多干嘛？给你们家伯礼吃吧，省得被压着背书，可怜劲儿的。你莫要胡说了，你一未出阁的女子，怎能同那些商贾们讨价还价呢？以后你再也不要把银子给我了，我再也不拿钱了，横竖都是我错了。你就睡下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还回来也是。他们都是内宅女眷，是没什么本事，但独个遇到事儿了，回过头来，至少有人在家里等着你，替你着过急。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，隔阂反而越深，就像隔了层纸，非等纸破了，才能看到彼此的真心。只要找到正确的那颗心，最终就能抵达去处。祖母，纸丫头，今日可好些？好些了，有件事情想和祖母商量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，你是想甩开你娘和三婶儿，独自去做事儿？我想掌家管事。为何呢？我知道一条路或许能走得通，这条路能救我们，也能救祖父他们。你说说。大清刑律29卷第65条，除10恶以外，视杖徒留死，皆可准许救赎。依刑之轻重，救赎已同。需多少银钱？徒1年20万钱，留2000里30万钱，滞留3000里50万钱，绞与斩120万钱。43人，每人50万钱2150万钱。2000多万钱，纸丫头，我知道你懂得多，也是一番孝心，可这个数，我就直说吧，就是痴人说梦。莫说如今这个田地，便是从前府里卖房卖地，算上老太爷、老爷几兄弟的俸禄，也绝技攒不出这些钱来呀。是啊，那纸姑娘年纪小，哪懂得您掌家的难受啊？哎呦，我的大姑娘，现在皇都寻常人家，那夫妻俩日夜做工，每月只赚那1、2千钱，吃饭穿衣那剩不了几个子儿。1、2千也是难得了，我娘家每月才500钱过活呢。是啊，这现在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吃饭，还有邻哥儿里哥儿要养，怎么才能从牙缝里省下这2000万钱啊？老夫人，芷儿呢，她也是好心。您莫要怪他，芷儿，年纪还小，让芷儿说。眼下叫我掏出这笔钱，或者给出一个一步登天的招数，我的确没有。别说你呀，就算才是娘娘下凡，也变不出这么多钱来呀。但方向还是有的，只要认定了，就一定会有办法。什么法子？纸丫头。这事儿可不比你赶车送行全凭胆大，莫说千呢万呢的，就说这个月的脚屎，你也变不出来呀。今儿早上煮粥，可是一点米都没有了。鲍夏，你带着银珠缠露拉上车去趟城里，把这个月的吃用都买下来。剩下的按照旧例2成分发给下人们当月钱。姑娘，我这就去掏车，立时就出发。去吧。
银子呢？怎么嘴皮子一碰就给下人们分了呢？赶紧叫他们回来呀！不止他们，祖母、婶子、弟妹们都有冤情。这月花了，下月还有。以后我们就有零用钱了。你看，哎呀，你呀，你做不来的，赶紧给你三婶赔个礼，还请她涨价，快呀！祖母，我涨价1日，便保上下1日月例花销，为期3月。若我做得不好，约双手将账本还给三夫人。放晴了，昨儿还压着一片云头呢，许是昨夜叫风给吹散了。侄儿，过来。祖母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其他的事情，我眼下确实不知。我不是要问你，既允了你当家。成败对错就由你承担，不过有一件事儿需要你做个决断。是同沈家的亲事。我孙女儿。祖母，请替我写一张帖子与沈家退亲，从此以后花家自谋生路，不依靠别家。我也明明白白长我的家，走我的路。这帖子我不写，我要亲自带你去沈家退亲。这丫头，走。祖母，我驾车不熟练，你可会觉得颠簸？挺好，想着晚上多给我加碗米饭啊。以前出门坐马车呀，都是有棚带盖的，窗户小憋闷得很。今日这一趟，一目千里，心里也开阔。花老夫人求见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呀，避都避不及，你还叫他们进来？你懂什么？花家那一老一小谁不认得？若是在门口待久了，肯定会坏事。夫人，我不方便出面，一会儿不管他们来做什么，打发走他们便是。我吵什么？母亲，母亲，他们是吃人的老虎不成？老妇弱女，也把你们怕成这个样子，你要躲便躲。我来招待花老夫人。夫人，老姐姐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这便是你家大姑娘吧？正是。夫人万福。老姐姐，大郎还未放衙，只能由我婆媳2个招待亲家，怠慢了。沈大郎步步高升，官家倚重，自然无暇招待闲客。这样也好，没了男人，咱们娘儿几个正好说说体己话。请。老夫人如今住在庄子上，想必不比城里。有什么缺的短的，我派人给您送去。啊，或就今日用板车拉回去也成。庄子上虽清苦，有我孙女在，倒也不缺吃喝。我听说了，芷姑娘当街卖桃符，这皇都里啊都传遍了。我也听说了，多亏了你家琪儿帮衬，真是个正直仁善的好孩子。当年老太爷定下的这门亲事啊，没看错人。啊，七哥明年正是要科举，如今啊，
正是用功的时候。这门亲事，这门亲事就算了。老姐姐，今日登门打扰，本是不该，可我觉得做人做事应该有始有终。那日你去庄子上是碍于情分，可我不能装聋作哑。如今你我两家云女殊途，这桩婚事不合适。今日我替老太爷做主，收回这桩婚约。我们两家本是世交，是我们沈家对不起你们。不过是时过境迁罢了。不过还有一事，当年议婚之时，你家随曹铁送到花家的礼物，都被抄没了，如今难以奉还。哎呀，不必再提了，有债必还。今日花家还不上，未必将来还不起。芷儿，两位长辈看看，可还少了些什么？我舔言写了这张欠条，收好。老姐姐，你要臊死我呀！账是账，情是情。芷儿，我们不打扰了，你多保重，千万留步。花芷来了，来退亲。琪儿，花芷，沈郎君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君子有信。无论我祖母、父亲、母亲是如何说的，我沈清都会守约如初，不离不弃。沈郎君，不是的，是我自己要退婚，无人逼迫我。你不想和我成亲？沈琪，你是个顶好的人，将来不管是哪个姑娘嫁给你，都是此生的幸事。多谢你倾囊接济，也多谢你买我的桃符，多谢你追出来同我说那番话，这一切我此生都会铭记。快回去吧。芷姑娘，那以后，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吗？当然是啊。走了。我来吧。我行。啊，难怪花家娘子不要女儿酒了。她今日和沈家退婚了，我在那儿盯了一路，那沈大郎还一瘸一拐的追过来，两个人难解难分的，不知道说了点啥，最后还哭得稀里哗啦。他哭了啊？那可不。那你说一个大男人为个小娘子哭，还真是。啊，那个头，那些酒既然您吩咐了，我觉得事关重大，我觉得放在铺子里不妥当，就让他们都叫回来。嘿嘿。福东做的越来越好吃了，把我舌头都养刁了。你尝尝。
好吃。芷儿，你今日真吓了我一跳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哪来这么多钱呀？私塾给我备的出嫁酒被我当了，这是一半的钱，你拿着。这是你的嫁妆。婚都退了，还要他做什么？这些钱我先替你收着，要用时知会一声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芷儿，值得吗？为了这一家子。四婶，其实我没有那么无私，我只是想明白了，与其躲着，不如往前。我要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做我想做的事情，不只是为了你们，也不是为了祖父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只有走出去了这一步，才能越走越广阔，越走越痛快。也许有一天，我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，不用依靠祖父，我也能游遍山水，游历寰宇。那到时候你要写信给我，告诉我山海都是什么样的。好啊。莫说那些远的，就说你如今的差事，这些酒钱，点不到半年就耗光了。生气究竟在哪里？就在这儿。不行不行，怎么不行了？四婶说好吃，柏林玻璃也说好吃。我是自己瞎琢磨的，都是上不了席面的手艺。这眼下也没有席面要做啊，等以后有大席面了，你再犯愁。姑娘既说了，那我便试试。若是不行的话，不行的话也没关系，我多的是办法呢。迎春抱夏，每日晨采红果，摘梗挑拣。银珠专司讨喜，蝉露蜜秋挑八去籽。折桂负责添柴火，福东揭蜜做果子。做完才能各自去休息。这天气还凉着呢，用冷水淘西瓜，这种活你怎么不让你房里的丫鬟干？好，迎春抱夏，那你们两个专司讨喜，你负责采红果。自今日起，做得好的月前翻番，若有错漏，月前折半。都去忙吧。是。人不大点，使唤起人来倒利索。由他使唤吧，就当是小孩玩过家家。我也落几日清闲，待他碰了鼻子，就知道管家的困难了。这么多现钱，也不知他从哪儿来的。回头让宝珠问问，那这个钱要是来路不正的话，惹出很多麻烦的。哎呀，我呢就是有这操不完的心呢。走吧，咱们回去再睡会儿回笼觉再说。要用止血药。走走，我带你去找一找。好疼啊！哎呀，这么多红果，都洗完我手都要冻掉了。这方法好。哎，停！抱夏，你这么洗不全坏了吗？火太大了，蜜桃手都烧焦了。我从前只伺候里根笔墨，我哪干过这种活儿啊？算了，你去休息吧，我自己烧火。那是最好。那谢谢福东姐姐。这个曲姑娘真会变着花样糟践东西。嘿，味道同从前一样好呢。好什么呀，酸死了！不对，是太甜了，这样吃多了会腻的。
来。你们怎么都闲着呀？红果呢？姑娘，我刚刚去叫银珠和禅露，他们说三夫人的活还没干完呢，一直没回来，就没人去背红果。那就都扣一日的利钱。迎春，从今天起你就不必讨喜了，你就做个监督，有偷懒耍滑、出漏出错的都报给我。包夏，跟我去摘红果。头儿，花家旁支这几日都陆续押送出城了。照您所说，要找的人应当17、18岁。我把队伍里年轻的都审了一遍，没有一个人小时候去过灵王府。那书童既不在流放之列，便是家仆之类的。如今花家仆从散尽，想要找到他的下落，恐怕如大海捞针。花指回去也有2日了，不知道伤养好了没有？这么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我认得你，你是那个当兵的。我还多余了呗，不能听呗。那日回去路上，你一直心神不宁的，后来有什么麻烦事吗？那时候没有，眼下倒是一堆。是吗？那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？有啊，我还有这么多红果要摘呢。看来最终还是没能下船。想通了？下船了？借你吉言，我现在是个临时的纲手，掌风使舵，眼下只是琐碎，未来还要往险中行呢。不是当兵的呀，到底是卖船的还是卖床的呀？哎呀，姑娘，你们在这摘果子啊？林婆婆。福东做了些糕饼，你拿回去吃，很软的。又给我们那么多好吃的。哎，这个，你先赶紧回家好好吃饭，过几日再给你送来。快，谢谢，谢谢，赶紧回家吧。谢谢啊。你认识他们？都是挣扎着生活的人，见着了怎能不管？他的女儿女婿都病死了。包夏，走了。怎么让2个姑娘出来干活呀？你们家男仆人呢？都跑了。老的少的，一个都没留下。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想来我家谋生啊？我可发不起月钱。这样，等你发得起月钱了，提前告诉我，我马上上门。看来这次回京没有谋得合适的差事。是没什么合适的，给人当打手，整日狐假虎威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还活得下去。来日方长，总会顺心遂意的。那我也祝你行船顺风顺水。走了。走。姑娘，我看他脸上那个疤，就不像个胡人。我不觉得。银珠，三夫人那儿忙得不可开交，你倒有空来做闲差。我这就去。哲贵，你们也过来。三夫人说想帮忙的都过来。哦，好。哦。哎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夫人们从早到晚没有事忙也需人伺候，难不成要一一与你禀报？
传洛，你的月钱可是大姑娘发的。迎春姐姐，求你别难为我了，我的生气还在三夫人那里呢。浦东，三夫人说老夫人午饭想吃精米粥，叫你赶紧做。好，我现在做。这时候还早，不着急啊。姑娘，我听银珠说，三夫人嫌家里的丫鬟多，闹哄哄的心烦，还说几个小贱人整日扎在灶房里，不知偷吃些什么，说要再发卖几个。姑娘，真是稀奇，当家的娘子亲来送饭。我又有事情要求祖母，自然得殷勤些。我料到了，说。祖母，先尝尝这腌菜。清淡还爽口。这都是福东在后院摘的，自己琢磨着腌的。这手小的丫头原来是你房里的吧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别绕弯子了。祖母，我想要回丫鬟们的生气，不然福东就要被三夫人卖了。那怎么行？纸丫头，你把我们大家都叫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李哥的诗书还没背完呢。等三夫人来了，大家就知道了。纸丫头，自古船多不爱路，你倒好，算计到婶子兜里了。三夫人放心，今天谁也占不着谁便宜。婶儿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还是请你三婶保管为好。娘放心，从今以后就用不着了。你们的生气都在我这儿。自府里被抄以来，奴婢、姨娘，咱们互相扶持，彼此都是见证。这些日子你们很为难，我也都知道。但如今既然是我掌家，我也就不会再装聋作哑。无论是老夫人、三夫人，还是我，管得住你们的手脚，也管不住你们的心眼。倘若你们打从心底厌烦这里，不想干活，我留下你们也没有用。求大姑娘开恩，别卖我，我再也不敢怠惰了。大姑娘，别卖我们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干活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发卖你们？我今天拿这些契子，就是要给你们自由。真的呀？纸丫头，你说什么胡话呀？这天底下只有天生的男女，没有天生的奴婢。时乖命喘，沦落至此。若能得到自由身，谁愿意为奴为婢呢？我说到做到。我费尽了心力去调教这些丫头，好不容易她们都不逃跑了，你上下嘴皮子一碰，这就什么都没了。那三夫人以后就不必劳心了。可是你放了奴婢以后，谁给我梳头，谁给我穿衣啊？花梨妹妹一双巧手，能画丹青，能绣花鸟，难道穿衣梳头这种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吗？放下，给大家分礼。大家快来拿呀！我怎么不说？这是我的，是我的吗？你这丫头，你是谁疯了呀你？你们。慢着点，你看看这个，轻一点。手柄在这里呢，你拿着。这契子扔进了火里，就化成了灰。从此海阔天空，大家来去自由。我也向大家保证，我绝不会报官。
若是想走，赶紧走；若是想留，可以把自己当做故宫，我照样每人发钱。只不过大家都要想好，这关系到你们的前程，不要后悔。前途艰难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，只有我们齐心协力，才可以寻到活路。放下。我这一把年纪呀，今天看见了这个稀奇的事儿，志哥，好样的！姑娘，我想好了，以后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跟着你。我也不走了，还在厨房做事，行不行？好。立秋，你这是要走啊？小姐对立秋的恩情，立秋都记在心里。可是我，快起来！你这离了庄子可有地方去？我哥哥在永州有几分田地，我母亲也在那里。好，你去找迎春支上一份钱，路上小心些。姑娘，姑娘，走走呗，哭给谁看呢？真是。去吧。给。迎春，你也想走，对吗？胡说什么呢你？你比我们都有主意，就算不做丫鬟，也定能有个好的前程。不做丫鬟又能做什么呢？嫁人呢？你长得俊，嫁个种田的、打鱼的，饿不着肚子；若是能嫁一个行商的，说不定日后还能穿金戴银呢。迎春，我先走了。你也快收拾收拾吧，保重。好前程，便是嫁个好人吗？迎春。姑娘，我一直想问，这段日子我们洗红果、煎红果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本想之后跟你们说的，包夏他们还不知道呢。待福东把煎红果的方子定下来，咱们就拿去城里卖。啊，这红果城里人人都认得，是无人吃的烂件东西，怎么会有人愿意花钱买呢？你只管做的好吃，掏钱是他们的事。姑娘，然后呢？9层之台起于垒土，咱们从卖红果起，一步步把生意做大。姑娘说的法子，便是从今往后举家经商。这用贫求富啊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。咱们既要赎回祖父，只有这条路。行商就好比行军打仗，从前你们都只在内院做事，以后都要做带兵的头领，冲锋陷阵。咱们一起在皇都闯出一条路来。好，我陪姑娘一起。还有我。
宝珠，宝珠，我的衣裳破了。夫人先放着，我洗完红果就去找针线。哎呀，银珠，快来帮忙！哎，来了。来了，快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好吃呀，夫人。小丫头，竟跟老娘使这招釜底抽薪！三夫人，夜里总听见老祖宗您咳嗽，苏嬷嬷耳背，我这几天就在这儿睡，好伺候您老人家。不荒一秋天，不老一株茶。天落水，鸟吃虫，鸡又飞。心学为观，心理为改。茶叶或粗浅，滋味乃春天。